看一下我们这次住的地方，还不错，蛮漂亮的。然后它地点有够好，地点就在那个圣母院的那个岛上，所以窗户一打开就是桥跟河，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就是到哪里都算蛮方便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房间。nice。这个那个厕所好奇怪，它厕所在这里，自己在这边，然后这是厨房，但是浴室呢在遥远的另外一边。浴室在这里，好遥远哦。好啦 ，room tour 结束，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逛街的逛街，吃饭的吃饭。今天晚上 Regina 跟她朋友有约，所以我自己来逛马黑区。我要去一间手工艺材料行，这家店是巴黎的网友推荐给我的。那它除了有卖毛线呢，还有卖缎带、布料、缝纫工具等等的，所有手工艺爱好者会用到的一些材料都会在这里面找得到。那这家店的名字很抱歉我不会念，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巴黎的小百货铺的感觉，应该就是说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进来里面其实还蛮大一间的，我看到很多扣子，然后还有巴黎非常多的缎带。这边有一个布料区，其实布料选择好像没有很多，然后比较多的应该是线材跟工具，还有缎带。然后毛线的话，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品牌，像是 DMC， 还有 Fonty。我发现法国很多毛线店都是进 Fonty。然后刚还有看到 Wall and Gang。很喜欢这一面线墙，应该是有一点丝的成分，然后可以小单位的买。他们这边也有不少的扣子，各式各样的可爱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复古金属类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木头的。这边呢有很漂亮的羽毛缎带跟蕾丝缎带，这种感觉很适合用来做帽子或是裙摆。再看一眼这个社区的墙壁，那个爬藤植物其实已经死掉了，但他们可能是故意没有把它清掉，看起来有另外一种美。在 Santa Maria Novella 买香氛，这个牌子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它虽然不是法国品牌，它是意大利的品牌，但在欧洲买呢比台湾便宜，大概是8折左右的价钱。现在是傍晚了，然后我刚才去吃了越南河粉，好喜欢在巴黎吃越南河粉哦，怎么那么好吃？然后前面这边呢有一个 BHV 百货，然后现在有宝可梦特展。我现在要去逛的是 Saint-Martin 百货公司，这个百货公司我是第一次来。然后它是一个1870年代的百货，但之前因为太旧了，有关闭个10几20年，然后最后被 LV 买下来，又重新开张。这个百货公司被装修得非常美丽，尤其是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一定要到他们顶楼看他们的这个孔雀的壁画，是一个很鲜艳的黄色，然后搭配像我现在刚进来嘛，那个天刚暗。天空还是深蓝色的，这样子配在一起非常好看。我觉得 LV 集团真的是行销高手，而且好有钱。他们每一个百货公司都有自己的周边纪念品，而且做得非常好，质感是很好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从这边买一些东西，就是做纪念品。像他们这次呢，还有跟 Richard Tanaka 合作这种欧根纱的袋子，就是专门 for 他们 Saint-Martin 的主题，然后甚至还有那只孔雀。然后在1楼的区啊，还有放很可爱的那个 Jellycat 的玩偶。然后 Jellycat 它现在刚好在巴黎也有
快闪店，过几天带大家去逛。刚才呢逛到8点半，百货公司打烊，所以我就走个10分钟来到了罗浮宫这一区。这一区晚上非常浪漫，因为整个建筑物会打灯，然后前面金字塔也有打灯，很适合散步，而且人不会太多。早安，今天天气算不错哎，虽然还是那种典型的巴黎阴阴的天气，但至少没有下雨了。我现在要带大家去逛 Brigitte Tanaka 这个品牌，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呢，也有进一些他们家的欧根纱袋子。然后这次来巴黎，我就特别要来他们的总店朝圣一下。那这家店的位置很特别哦，它是在一个教堂旁边的塔楼里面，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小到你们看这个楼梯大概就是只能一个人走。但是呢，它整个店里面的气氛非常好，然后就是充满了他们家的风格这样子。那这个品牌 Brigitte Tanaka 是由一个法国女生 Brigitte 跟一位日本女生 Chiyoko 一起合作的，然后他们一起设计了很多很多种主题的欧根纱袋子。然后我觉得在这边呢，就是你除了可以找到比较有一些象征巴黎的主题，比如说它有一些埃菲尔铁塔或是圣母院啊之类这种图案，但是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植物啊、动物啊、运动啊，或是甚至呢，我刚刚还有看到像这边有这种芭蕾舞为主题的欧根纱袋子，而且它这一款的材质很特别，会稍微有点反光的眩光感，这一系列也蛮漂亮的。这品牌现在在巴黎好像也蛮夯的，因为走在路上呢，都可以看到年轻的女生会背着他们走，有观光客啦，但是呢，本地人也有看到，感觉呢，来这边买伴手礼收到的人应该会很开心哦。今天是下雨天，也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然后我要带你们去逛这间叫做 Mahan Montague， 拜托原谅我的法文发音。那我会知道这家店是因为我去年买了一本书，叫做《永恒的巴黎传奇》。那他那本书就是这位作者叫做马汉，他就是介绍呢几间他觉得在巴黎非常经典的有关于手工艺方面的书，就是这一本，我买的是中文版的。然后他本身呢是一位插画家跟设计师，所以这整家店呢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商品。他用他的插画，然后做成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他应该画了有30幅插画，但是他把这些插画呢就重复用在不一样的商品上面。那商品的范围包括笔记本啊、杯子啊、笔筒、茶具、餐具，甚至是枕头跟盖毯都有。然后这一区呢是杯子专区，价位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30到50欧都有。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啊，跟 Brigitte Tanaka 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因为他们呢好像都有拿捏到那种观光客会想要有带一些有巴黎元素的东西走的感觉。比如说就有看到像这种 Bonjour Paris， 或是像什么 Amour， 然后还有可颂的图案、巴黎铁塔图案。但是一方面呢，他也有考量到当地人的喜好，所以他也有画一些别的东西，比较不是那么有那种纪念品感的东西。像这样这个话剧的这个就很可爱，然后扑克牌主题的，也有动物跟植物。而且这个是他的手稿，非常可爱吧。然后这边这个东西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所以我等一下去问店员，请他帮我介绍。Yeah, it's antique, and there's like, it's kind of like a magnet, but from like
the young people that were like traveling, they would like took that to like take home. I can it's like a souvenir, and there's like a representation of like gods and like there's like lions, but it's normally like a lot of like gods and yeah. 这一区是各种玻璃杯，很可爱，因为它有一种粗犷的感觉，但是上面又搭配它这个很精致的插画。我买了一个玻璃杯。我现在来到期待已久的 Jellycat 老佛爷快闪店，然后他给了我一张菜单，那你就可以选你想要的这个甜点的玩偶，然后他会跟你一起玩一场做甜点的游戏。我一开始会知道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很可爱，很适合给小朋友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是好像变成我自己在收集这样子。然后这次这个快闪店呢，他们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的7月。然后在期间内，你只要来这边买他们这个限定款的甜点的玩偶的话，就可以跟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这样子一个互动的体验。然后现场啊，除了女生跟小朋友以外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成年男性，或是阿公阿嬷在选购，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在拍照啊、录影这样子，觉得整个气氛都超好的。哦，Thank you。那是巴黎的最后一餐，我们点瓜牛，还有鹅肝，等一下还有牛排。